大家好，我是曹伟东。近期中国和俄罗斯的战机联合对日本海、东海还有西太平洋地区进行了相关的巡逻。这次呢，时间是在11月底啊。那么地点呢，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是在中俄附近的这个公共的海域以及自己家门口一些区域的这个海域。那么双方呢，出动的机型当然是不一样的啊。俄罗斯呢，它主要是用图95就熊式这样的战略轰炸机，这样的话呢，它用了就是苏30和苏35这样的重型的战机啊，因为争夺制空权嘛，制空时间比较长啊，这样的飞机来伴飞。那么中国呢，还是使用的轰6K 这样的战机，因为续航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对相关的区域呢进行了这个联合的巡航。那么作为在这个巡航的过程中呢，因为你经过这些区域嘛，有2个国家的战机进行了紧急的起飞，一个是日本，还有一个是韩国，因为日本海还有这个东海还有这个相关的西太平洋一些地区呢，日本比较敏感。当然，还有一些海区或者空域这个韩国比较敏感。他说进入了他们的防空识别区。这个并不新鲜，因为防空识别区它画的很大。因为实际上一个国家它的领海只有12海里，这个12海里上面是领空，对吧？你想想12海里才多少？那你的领空才多少啊？才就是20几公里，对吧？那我们说这个，就算你把领空再稍微增加一点，因为这个12海里以外是24海里的毗连区，那么在这个毗连区上面，它可不是领空那无非是毗连区的上空但是往往呢，这个就是防空识别区你像美国一下画了500公里，就是沿着它的海岸线画500公里的防空识别区。那你想想，这飞机要进入离一个国家还有500公里就进入它的防空区，那你哪能那么多国家都在距离它的海岸线500公里以外去飞行所以防空识别区大家不要以为就是什么好像侵犯了人家的领空或者是怎么样了，不是的。所以呢，日本、韩国都认为中俄联合巡航的战机进入他们的这个防空识别区，所以进行了起飞，或者是这个跟踪监视执行了这样的任务。中俄2国的战机呢，在执行完这种联合的巡航任务以后呢，有一个与以往不太相同的情况，就是飞入对方的这个国家的机场。就比如说是俄罗斯的战机，它飞入了中国落在了中国的机场，然后进行油料补给然后这个简单的保障维护一下就回国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的飞机就是落入了俄罗斯的这个军用机场，那么也许是加油吧也许是维护保养然后呢就不再从海上方向，也可能就从国家相互间的陆地上的边境领空执行完任务了嘛，就回国了。所以这是过去不太一样的。但是你说这2国的战机落没落入过对方的军用机场？都落入过。你比如说我们参加59阅兵的时候，那军乐队不就是坐着咱们的飞机去的莫斯科吗？那不是军用飞机吗？U-20那你参加俄罗斯的相关的东方2021演习的时候，那你不也是用这个比如 U-20其他的一些运输机把这个部队还有一些装备不是运送过去的吗？不新鲜。但是你战略轰炸机搞完联合演习之后，本来就大家各回各的国家，落自己的机场，这次是落到对方的机场里边。那么这个情况说明什么呢？首先说明是中俄2国的这个关系非常的密切非常的好。因为2国军事关系是2国的晴雨表。那现在2国的空军，一个是它的这种战略巡航，在附近战略巡航是常态化的互信，再一个呢，在巡逻的这个区域里边呢，都是双方的家门口，大家都对这些区域的安全呢共同的关注就是一块关注，不是说你关注我不关注，我陪着你飞，不是，我们这个区域都是中俄家门口，我们都关注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维护自己这个家门口这个区域里面的安全，我们的这个意见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观点是一致的啊，都是认为这个地区应该和平稳定的。再有呢，我们这种就是机型的互落，因为你军用飞机要进入其他国家领空啊，你要落到人家机场里面去的呀，所以也是军事上的高度的互信啊，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再有呢，我觉得就是在巡航的过程中，日本和韩国的飞机都紧急起飞了，啊，就是进入了啊这个你的防空识别区，但是我觉得它警告的不是在此，可能还有其他国家，因为有一些国家它也是把韩国或者是日本当做基地的，来起飞战机，来出航军舰，来到中国或者是俄罗斯的家门口进行这种侦察呀，或者是军事演习呀，或者是相关的军事行动啊，那么我们可能是不是也有这种意思啊？那来而不往非礼也啊，就是你可以随便到别人家门口去转一转，别人就不能到你们家门口瞧一瞧吗？对吧？所以我觉得中俄两国的这种演习，还有警告域外势力，还有警告对中国有图谋不轨的国家啊，或者是搞小圈子利用我们的邻居这样一个情况呢，就是来搞这样的演习。其实呢，它并没有什么就是要侵犯人家、挑衅谁的意思，没有任何的这个意思，而是希望这个区域更安全、更稳定。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根据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双边的就是中俄之间双边的关系既定的一些计划呀，来推进双边的这种演习。关于这个情况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